老公和女儿一起体检，不幸查出癌症早期。为了老公安心，我恳求医生瞒下病情，可老公却在无意间发现包包里我只来得及销毁掉名字的检查单，他误以为是女儿患病，我故意隐瞒，于是火速给小三转账，这赔钱货谁爱治谁治，老子不当真冤大头。等那贱丫头死了，我立马接宝宝和乖儿子回家。转过头，他又假装可怜，我知道琪琪得了癌症，可你也知道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，让妍妍再撑一撑行不行？我冷笑，撑，当然要撑，不撑到你癌症晚期，我和女儿怎么继承遗产呢？老公周旭今年30出头，却被确诊了癌症，看着提前报告上明晃晃的几个字，直肠癌早期，我陷入了一阵悲伤中。医生建议尽早治疗，通常这种病在早期积极治疗的话是可以被治愈的，只是治疗费用太高，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前段时间周旭才花了全款50万，买了台他心心念念很久的车，要治病就意味着要卖车了，方向盘还没有摸热就要卖掉，他肯定受不了，可不治也不行，孩子还那么小，也不能没有爸爸，我该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呢？我叹了口气，瘫坐在医院走廊上的长椅上，背后感到丝丝凉意。正在此时，女儿班主任的电话打了进来，琪琪妈妈，琪琪拉肚子了，你快来接她回去吧。挂到电话来不及多想，我胡乱把体检报告上的名字撕下来，塞进了包包里。等女儿的事情解决了，我再好好想想怎么把这个事情跟老公坦白吧。我驾驶着车子飞速赶到学校，把小脸傻白的女儿送到医院，还好没什么大问题，急性肠胃炎，住院输几天液就好了。我给周旭打电话，让他请假来医院陪护。女儿生病了，身边离不开人，入院手续都还没来得及去办理。周旭接到电话后，半个小时就来到了医院，办理入院需要用到女儿的医保卡。我记得前段时间做体检的时候，我顺手塞包里了，我抱着女儿，手同不出来，只好让周旭去包里找找看。突然我想到什么，可以进来不及了。周旭的手紧紧捏着提前报告，身体明显僵硬住了。我正想着要怎么解释，可他突然将提前报告塞回去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，从包包内侧拿出琪琪的医保卡来，眼底蕴藏着我看不懂的情绪。看着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，我心里涌出一股暖意。周旭真是一个好父亲，哪怕知道自己患癌了，也想着先把女儿的病治好。我有点心疼他故作坚强的模样。晚上，奇奇怪的病情控制下来了，周旭也累了一天，在陪护床上沉沉的睡去。看着父女俩人熟睡的模样，我在心里暗暗下的决心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我一定要治好周旭。我开始查看我们还有多少存款，这些年周旭勤勤恳恳的工作，攒了不少钱，可前段时间他投资了一个项目，整整投进去100万，又全款50万买了辆车，手头上可用的现金不足10万，10万块初期治疗是够用了，可是后续的费用呢，远远不够，鬼使神差的，我拿起了周旭的手机，看看他的投资账号里有没有现金可以提，真这么想着，手机却一直提示密码错误。他的平锁密码用的是我的生日，这个密码用了5年，未曾变过，怎么现在就解不开锁了呢？好奇心驱使下，我一遍又一遍的尝试，把所有能想到的密码都试过了。女儿的生日，女儿入学的日期，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周旭的生日，甚至婆婆的生日我都试过了，无一例外，都显示错误。心里不安的情绪越来越强烈，最终我用周旭的脸解开了手机，点开微信，置顶页面是可爱卡通头像的女生，没有备注，我颤抖着指尖点了进去，那丫头得了癌症，活不了多久了。这赔钱货谁爱治谁治，老子不当这冤大头。等那家丫头死了，我立马接宝宝和乖儿子回家。网上翻还有密密麻麻的转账记录，原来他投资的项目早就回款了，他把这些钱都转账给了小三，却骗我说工期太长，回款没有到账。我傻傻的相信了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心疼他挣钱不容易，花钱从来不大手大脚的，果然心疼男人，倒霉一辈子。我打开手机录屏功能，把聊天记录全都录了下来。做好这一切后，不动声色的把手机放回去，望着面前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我只觉得遍体生寒。周旭，既然你无情无义，那么我也不会顾及旧情，你的钱我要了，你的命我也要。周旭起了个大早，我买好早餐进病房的时候，他已经整理好衣服准备走了。见我来，他压低了音量，拉着我往外面走。周旭蹙着眉，极力伪装出哀伤的模样。我知道琪琪得了癌症，可你也知道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，让琪琪再撑一撑行不行？虽然早已知道周旭的真面目，可轻儿从他口中听到他要放弃琪琪的话，我的心脏像是被人捏紧了，胸口涌出密密麻麻的疼痛感。我苦笑着，佯装哀求他，不行啊，这个病是早期，现在还能治的，愈后效果好的话是完全可以治愈的。琪琪还那么小，他等不了啊，要不然先把你的车卖了，应你急好不好？听到要卖车，周旭装不下去了，他一辆斗蓝把高，不行，车不能卖，现在二手车折价多厉害啊，卖了就亏了。哎呀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总之车我不会卖的。我不可置信的望向他，车重要还是你女儿的命重要？那你把投资的钱拿出来吧。周旭不肯让步，不行，投资的钱哪能说拿出来就拿出来？你当菜市场买菜啊？要我说，琪琪还那么小就得了癌症，就算治好了以后，身体说不定也还会出什么问题，这就是个无底洞，你明白不明白？我掩面痛哭，那怎么办？就不治了吗？他可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。周旭见我这样，他语气软了下去，他轻拍我的肩膀，我也很难过，可目前来说我们经济有限，实在无能为力，只能让他先撑一撑了。我无奈点点头，可心里却乐开了花，撑，当然要撑，不撑到你癌症晚期，我和女儿怎么继承你的遗产呢？琪琪住了3天院，身体痊愈后，我就带她回家了。
恰逢临近暑假，我给他请了1周的假，让他提前进入暑期生活，顺便给他调理好身体。而周旭这些天特别的殷勤，不再加班，不再彻夜不归，一下班就往厨房跑，不多时就准备了一大桌子的菜，奇奇怪高兴的又动又跳，太好了，爸爸终于有时间给我做饭了。我定眼看去，整个桌子上都是明亮的红色，火辣辣的辣椒，几乎每个菜都有，就连清炒的素菜上都放了几颗小米辣。周旭，你做的菜怎么都是辣的？我们都爱吃辣，可周旭肠胃不好，每次吃了辣的都会变虚，于是我们便开始戒辣，1日3餐基本都不见辛辣，清淡饮食为主，偶尔我嘴馋了，偷偷和女儿吃点微辣的食物，都会被周旭责怪半天。现在他却主动给琪琪做川菜，想必早已去某度查过相关资料了。这长矮不能吃辛辣的食物，回家速恶化，为了让七七早点死，他可谓是费尽心机了。老婆，七七前几天嚷嚷着要吃我做的饭，可我只会做川菜，偶尔吃吃也没关系的。我抬头对上周旭不怀好意的双眼，随后站起身来去厨房盛饭。周旭跟在我后面，他压低声音道：老婆，琪琪这个情况，他想吃什么就让他吃吧，别刻意去约束他，本来就够可怜了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点了点头。餐桌上，女儿夹起一块水煮肉片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：妈妈，我可以吃这个吗？琪琪的肠胃炎已经恢复好了，晚上吃点辣的，倒也没什么。我假装为难的点点头。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过千万要适量，知道吗？琪琪普普及待的将肉片送入口中，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。周旭眼里抑制不住的兴奋，他不停地给琪琪碗里夹菜，辣子鸡、香辣虾、水煮肉片、泡椒牛肉，都是他爱吃的。同样的，我也给周旭碗里加了满满一碗，他看着碗里的菜，一脸戒备。我捏着他的手，在他耳畔轻声说，好吃的东西要一家人吃，味道才更好。你放心，这疮药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而且你的体检也没问题，你放心吃吧，没事的。原本还满脸愁容的周旭，像是被打了7强心剂，他眉头舒展开，开始大快朵颐。突然周旭面色苍白，额头冒出细心密密的汗珠，他捂着肚子，痛苦不已。此时，奇迹也开始出现不适症状，他由于吃得太急，被辣椒油呛到，咳嗽不止，看起来十分痛苦。我端来一杯牛奶，他喝下去，才看看恢复正常，而周旭就没那么幸运了，疼痛感让他坐立难安。我从包包里拿出在医院给他开的止痛药，让他就水服下，片刻后才恢复过来。他生性多疑，一把抢过我手中的药盒，仔细查看，确保没有异样后才放下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勾了勾嘴角，这是保护肠胃的药，那么久没吃辣的，突然吃那么辣，肯定受不了的。周旭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随后眼神又落在七七身上，见他被憋红的小脸，周旭又夹了7筷子泡椒牛肉到七七碗里。宝宝，多吃点牛肉，吃了长高高。琪琪想吃，又有些犹豫，刚刚被辣椒油呛到的痛苦，让他对辣椒有些望而却步。周旭不死心，耐心劝他，不可以挑食哦，你不是说爸爸做的菜最好吃了吗？你不吃的话，明天爸爸不给你做了。琪琪乖巧孝顺，不想让爸爸不开心，硬着头皮准备把牛肉吃了。我用筷子拦下琪琪即将送进嘴里的肉，柔声安慰他，没关系，吃不下就不要勉强了，你不是答应过妈妈要适量吗？琪琪为难的看看我，又看看周旭，小手不停的来回揉搓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让他回房间去休息，他才信心地下了桌。老婆，你不是答应我了，不会限制七七吃东西吗？他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干什么非要把他最后一点快乐都夺走啊？见七七关上门，周旭忍不住责怪我，我没有动怒，依旧态度平和。我知道你是想让琪琪在最后的时间里肆意的享受生活，可是你这种办法太操之过急了，一下子吃那么多辣的，他怎么受得了呀？我不忍心看他遭罪，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过激了，赶忙给自己找补，对不起，我也是一时心急了，只要想到我的奇迹马上就要离开我了，我就恨不得把这世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他尝试一遍，没想到弄巧成拙了。他适时表现出痛苦的神色，肩膀不停抽搐，我面无表情的安慰他，其实有你这样的爸爸真是他的福气，他肯定能感受到你对他满满的爱意，他不会有什么遗憾了。花落，周旭抹了一把眼角似有若无的眼泪，老婆，我们加油，总会撑过去的。他说的情真意气，要不是我看到了他和小三的聊天记录，我真会被他精湛的演技骗了。周徐捏手捏脚去阳台抽烟，他吐出一个又一个烟圈，语气轻松，放心吧宝宝，那丫头片子活不了多久了，我之前给他们娘俩都买了保险的，等他死了我们就能拿到高保费了，到时候我给你买大房子，保证了你舒舒服服的。死周寂静无声，调针可闻，毫不费力就能听见电话那头女人的声音。不行，这里我实在住不下去了，咱儿子有鼻炎，遇上回南天这出租屋里又吵又湿的，他身体受不了了，没等丫头片子死了，我们先撑不下去了。周徐耐着性子，柔声安慰，好好好，我想办法，早点休息，别熬夜，我会心疼的。我紧紧钻着床单，身体颤抖，我倒是要看看你的如意算盘能不能打得响。挂到电话后，周旭小心翼翼地躺上床，在我额头上轻轻落下一个吻，又将我扭进怀里，我强忍恶心，一夜无眠，心里亦有种不安的感觉。果然，第二天下午，婆婆就大包小包风尘仆仆的从老家赶来，一同来的还有一个女人和一个5岁的小男孩，小男孩和周旭长得很像，甚至不用做亲子鉴定，一眼就能确认他是周旭的亲生儿子。婆婆将两人领进门，大方地给我介绍起两人，这是我的侄女巧慧和她的儿子周岩，他们老家在装修，正巧孩子也放暑假，我就领他们娘俩进城来住一段时间，不等我开口，
巧慧就提着行李箱进来了，她推了推一旁的周岩，孩子立马开口，谢谢舅妈，我没有说话，侧身给他们让一个位置，眼神落在笑容洋溢的婆婆身上，妈，你怎么突然就过来了，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啊。婆婆吭哧一声，这是我儿子家，我想来就来，难道还要提前跟你打招呼不成？再说了，这里我轻车熟路的，用不着你去接，我陪笑。是事实，是我没事找事做了。婆婆没听出我的言外之意，笑呵呵的招呼巧慧母子住进客房。客户的房间比较小，但是好在光线不错，可她却满脸嫌弃，妈，姑妈，这房间虽说有阳光，但是也太小了吧，我们2个人住太急了。婆婆有些为难，条件就是这样的，你姑且先住下来吧，还能怎么的？巧慧见婆婆如此反应，她对着周岩使得的颜色，孩子立刻躺在地上撒起泼来，我不管，我要住大房间，这么小我不住。周岩在地上撒泼打滚，又哭又闹，一旁的巧慧则露出得意的笑容。婆婆冷下毛子来，咬咬牙，行吧，那我把我的房间让出来给你们住吧。花落，周岩一个弹跳从地上跳起来，抹了一把鼻涕，走吧，妈妈。不知道他们是眼瞎还是故意为之，他们居然提着行李箱径直走进了我的主窝。周岩脱了鞋子，在床上蹦蹦跳跳，妈妈，这个床好软，我好喜欢。小慧埋眼宠溺，儿子，你喜欢就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。我忍无可忍，拨开婆婆，把床上的周岩拽了下来。你们没瞎吧？床头那么大的婚纱照，你们当看不见，这是我的床，你们住啥住？想啥呢？巧慧表里眼墙上的婚纱照，没好气地说，确实没看见，太普通了，我以为是一幅不值钱的挂画。再说吧，就算是主窝又怎么了？我儿子看中了，你让他怎么了？就因为一个房间，你跟一个5岁的孩子争，说出去不怕人笑话？我冷笑一声，他一个小孩跟我这个大人争什么？他可太要脸了，别想到绑架我，我没有道德，要么收拾你们东西，搬回客户，要么麻溜的滚出我家。小辉捏紧的拳头，浑身气得发抖，你别太得意。据我所知，这房子可是我去割的，等他回来，看看他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。我气笑了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这房子可是我的名字，什么时候变成中序的了？说完，我转身去抽屉里拿出房产证，递到他面前，好好看清楚，这套房子的产权是属于我个人的，上面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。顺带说一嘴，这是婚前财产，跟你去割可没关系，他做不了主。巧慧瞪大双眼，转而看向婆婆，牙都快咬碎了。不等他们做反应，我拎着行李箱就丢出了房间外，以后不经过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进我的房间，这是我家，想住我家就要守我家的规矩，不然我只能请你们走了。婆婆和巧慧母子吃了别，只能悻悻地拿着行李箱回各自的房间。中午婆婆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子菜，毫不意外又是一桌红彤彤的菜肴。妈，你爱吃辣，也不用所有的菜都放辣椒吧，这里还有2个小朋友呢，吃多了辣椒对孩子的肠胃不太好。我有些不满，婆婆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厨房，小声地说道，齐显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我找大仙算了一卦，大仙说他已经病入膏肓了，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满足他的味蕾，让他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。话落，他还抹了一把眼泪，顿了顿又继续说道，就是想人类孩子可怜，我才大老远跑过来给他做饭伺候他，再怎么说也是我们老周家血脉，我也不能让他带着遗憾离开吧，终归是我们周家人，喜吃辣，你放心，接下来我会换着花样给他做饭的，保证餐餐不重复。从我生下奇迹那天开始，婆婆也只是来医院瞧过几眼，见识一个女孩之后，便是病痛缠身，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。奇迹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一直到6岁，婆婆都未曾给她做过一次饭，现在却因为想让奇迹早点死，而主动提出要照顾她，真是可笑。只是婆婆知道，换来的其实是她的宝贝儿子，他会是怎么样的表情，我看是有些期待了。我把指甲埋进手掌里，短暂的痛感让的情绪平静了下来，我佯装感动，妈，那就辛苦你了。婆婆眼底露出一丝狡黠，咱能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餐桌上，周岩吃辣吃得大汗淋漓，奇奇怪趣却吃得津津有味。其实他一直是爱吃辣的，只是从前为了顾及周旭，一直住了自己的喜爱，看他能大口的吃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我也感到欣慰，但也有些隐隐担心，他肠胃若终归不比大人，长期这么吃辣下去，身体会受不了的。正当我想着该如何应对时，周岩捂着肚子倒地不起，痛苦不已。小慧吓坏了，颤抖着大叫起来，快叫救护车！电话还没拨出去，周岩就坐了起来，他缓过神来，猛喝了一大口水。我不去医院，我就是突然觉得肚子好痛，现在好像没事了，真没事吗？儿子，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，这样比较放心。不去，说不去就不去。巧慧扭不过周岩，只好将他扶起来，重新让他坐回凳子上。我听见婆婆在小声嘀咕，周岩没得病，吃辣的都痛成这样，怎么奇迹却一点事情都没有啊？这也太奇怪了。我小声跟他儿女，不是没有发作，只是他吃了止痛药，疼痛感就不那么明显了。听了我的话，婆婆像是如释重负般松了一口气。饭后，我在厨房帮忙洗碗，婆婆做灶台清洁，我有意无意的搭话，妈，我看表妹家的情况挺好的，她用的水如可贵了，1万一套呢，那么有钱怎么会没钱租房子啊？我不理解。婆婆擦灶台的手顿住了，多少？1万多。我点点头，是啊，她桌上那些护肤品啊、化妆品什么的，全套加起来每个几万块都下不来，全是整品，这些稀罕玩意还是在我闺蜜那见到过，这么贵我怕是这辈子都用不上了。你说表妹一个全职妈妈，带着一个孩子又不工作，这钱是从哪里来的？该不是她有什么隐藏身份，你们不知道吧？可别被人骗了呀。我每说一句，婆婆的脸色就越黑一点。
她气得胸膛起起伏伏，把8布用力摔在地上，这败家玩意，光是买护肤品就用了几万块，真当钱是大风刮来的，这是小旭肯定不知道吧，把钱给他这样霍霍。什么？这关周旭什么事？我佯装疑惑，伯伯气糊涂了，差点就把事情捅出来了。他赶忙找布，我是说小旭有没有被他骗钱啊之类的，毕竟是自己的表妹，就算找他借钱也是会借的吧，我怕他被巧慧骗了，那到时候前几天周旭才拿了一笔10万的回款，他也没说自己偷偷藏起来了，也不说拿这钱给我们娘俩买点高级货用用，这钱还是我听他合作伙伴说的才知道的。什么？婆婆怒不可遏。前段时间我本来和老姐妹约好去海南玩一趟的，找她拿几千块，她还跟我哭穷呢，我养的什么白眼狼儿子。说着她就怒气冲冲给周旭打电话，这个时间点周旭在开会，根本不会接电话，任由婆婆怎么打，电话那头始终是无人接听的状态，她气得在床上躺了一下午。巧慧不明所以，她想去看看婆婆，被我给拦下了，别去，我妈正在气头上呢，你别去给她找个痛快了。我姑妈怎么了？我悄悄把她拉去一旁，压低了声音说道，还不是被周旭给气的，她前段时间投资回款了10万，我婆婆找她有几千块，和老姐妹一块去海南玩，周旭只说没有，把她气得够呛。巧慧蹙着眉，表情十分不自然，她啥时候回款的？不是说这段时间没有了吗？我瘪了瘪嘴，这事你也知道。她眼神闪躲，旭哥之前跟我提过投资的事情，我大概知道。哦，我饶有趣味的看着他，这个投资他早就在做了，回款保守估计有个100多万吧，最近回款越来越快了。巧慧捏紧的拳头，气呼呼的，我假装没有看见，佯装出一副自豪的模样。怎么样，你哥厉害吧？我可崇拜他了。巧慧没有说话，气得直跺脚，随后回房间去了。片刻后，房间里传出巧慧骂小孩的声音，听着周岩娃娃的哭声，我心里暗暗得意，我迫不及待要看好戏了。我带着琪琪出了门，趁着暑假的时间，我给她报了跆拳道的课程。走在路上，琪琪突然捏住我的手，轻声问我，妈妈，我不喜欢奶奶在我们家，我也不喜欢表姑和弟弟，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啊？我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小脑袋，很快了，他们住不了多久就会离开的，我们琪琪稍微忍耐一下好不好？西奇点了点头，随后他又叹了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，妈妈，其实我现在不想吃辣的菜了，感觉好容易呀，那这样好不好？每天妈妈都带你出来吃你爱吃的菜，等回到家的时候你就假装吃一点，然后告诉奶奶你没胃口吃不下，这样就能不吃那些你不爱吃的菜了。老师说过不可以撒谎的。我有些喂奶，强挤出笑容来，这是善意的谎言，奶奶在厨房辛苦准备了几个小时才做好的一桌菜，如果你一口都不吃，奶奶会不开心的，所以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些善意的谎言呀，这样既不用委屈自己，这不会伤害到别人，那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奶奶我不爱吃那些菜呢？我被他的问题问住了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琪琪却很快找出理由来说服了自己，是因为家里所有人，包括妈妈在内都喜欢吃辣的，所以我也应该和大家一样，这种行为就是合群对吗？我叹了一口气，妈妈跟你保证，这种委曲求全的日子不会过太久的，很快我们就会过上正常生活了。七七点点头，动动跳跳的牵着我的手去上课，在等待七七上课的时间，我打开了家里的监控，周旭一回到家就被巧慧扯进了房间，很快他的嚎叫声就不停传出，婆婆拉开卧室门，从巧慧身下把被打的鼻青脸肿的周旭拉出来，周旭连连求饶，你别打了，我的钱不是都转给你了吗？你还要怎么样？我哪有私房钱？婆婆一听这个话更加生气了，她揪着周旭的耳朵，把他拎到客厅里来，好啊，你的钱都给他了，我辛辛苦苦把你拉着长大，就找你要几千块，你都跟我说没有，你个白眼狼，我白养你了。周旭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还有指甲划伤的伤痕，他抬眼看着面前这两个眼泪汪汪的女人，你们现在就别因为这种小钱跟我争吵不休了，等那丫头骗子死了，拿到保险金，还怕没钱给你们花吗？听到周旭的话，婆婆和巧慧都稍微冷静了下来，拿到保险金也不全是你的，还有那女人的一份，别忘了她可是丫头骗子的妈妈。周旭冷笑一声，眼神都露出一丫头，你放心吧，他根本不知道有保单这回事，保险的受益人也只填了我一个人的名字，到时候他除了名下这套房子，什么也分不到。巧慧大笑起来，还是你有招，存款也全都给我了，这样你名下也没财产。他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婆婆也开始幻想美好未来，看来她也不是一无是处的赔钱货，死之前还能给我们挣一笔，也不过有了这些钱，我们一家人就能生活无忧了。我冷冷的看着监控视频里的几人，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对这件事情的期待越高，到时候期待落空的时候，便会难以承受。我开始期待他们发现真相后的模样了。我和七七回到家的时候，三人当作无事发生，其乐融融的在准备晚饭。按照事先说好的，琪琪前吃2口就说最近胃口不好，吃不下。饭桌上除了我之外，其余几人脸上的喜悦掩盖不住。婆婆没有勉强琪琪，只是乐呵呵的说没事的，吃多少算多少。琪琪借口回房间去学习，早早就下了桌。周岩也在客厅看汪汪队，只剩下我们几个大人的时候，我缓缓开口，医生说琪琪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了，我打算带她去海南玩玩，她最想看大海了，我想帮她实现这个愿望。此话一出，大家面面相觑，似乎惊讶于我提出要带琪琪出去旅行的事情。平日以来我都十分节俭，只为周旭减轻一点压力，护肤品只用于美镜，现在却突然提出要带琪琪去那么远的地方，他们多少有些怀疑。婆婆蹙着眉问，去海南可不便宜呢，最少要花个5、6千，这钱可保证？我耸耸肩，一脸无奈，那我只能想办法给七七治病了，她还那么小，
我还没带她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呢，我不能让她就这么离开了。周旭的表情凝重，她对着婆婆紧眉弄眼，然后又淡淡的说，老婆，你怎么又提治疗的事情了？不是说好了不治了吗？治疗也是徒增痛苦，就算治好了，他底子差，说不定又被感染了，多难受啊！我们做父母的不能那么自私。对呀对呀，不就是去海南吗？去，必须去，这是琪琪的医院，我们必须要替他实现。托布在一旁连忙附和，我佯装为难，那这个钱是周末去大手一挥，这钱我出了，你放心，带琪琪去玩啊，一定要让他没有遗憾的离开。我冷笑一声，希望你死的时候也能这么想。拿到钱之后，我马上订了飞海南的机票，我和琪琪晒着太阳，吹着海风，喝着叶汁，生活好不惬意。突然收到了周旭轰炸般的信息，你搞错了，得癌症的是我呀，不是琪琪，你快回来，把房子卖了给我治病，我不想死。医生说我的病情已经到晚期了，再不治疗我就没命了。我冷笑一声，索性就不装了，你不是有回款吗？那个钱不是都在你的晴妹妹手里，让她拿钱出来救你。原来你什么都知道了，这是你故意设的局是不是？你故意拖延我治疗的时间，就是想让我死对不对？聊天界面上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，半天都没信息传来，突然我的手机嗡声响起，接通后，电话那头周旭的声音传来，要不是你不愿意生二胎，我也不会和巧会睡一起，我会出轨，都是因为你，所以你现在没资格怪我，你立刻回来把房子卖了，给我治病，等我病好了，我肯定会好好对你，好不好？我气笑了，我害你出轨的，真是好小众的文字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卖房救你的，你想都别想，你叫乔慧拿钱出来救你吧，别指望我了，不行，那个钱不能动，这是我给他们母子的保障。周旭，你真不是个东西，他们母子是人，我和琪琪就不是了吗？我劝你最好别治，治好了也是个流口水的，没用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为了不让他打扰到我和七七度假，我拉黑了周旭及婆婆的联系方式。再次得知周旭的消息时，是医院打来的，周旭出了车祸，抢救无效死亡，医生让我签字认领尸体。他安静地躺在那里，脑袋上被撞出了一个大窟窿。办好手续后，警察找到了我，周旭是自杀，副驾驶上还有一名女性，她驾驶的汽车从潭山公路冲下来，撞到了山体，两人当场死亡。这是当时的行车记录仪，里面清楚地记录了车祸发生前的所有事情。我冷冷地看着记录仪里的画面，传来了两人的争吵声。那是我辛苦挣的钱，你凭什么不打给我？我没有钱治病会死的，你都病入膏肓了，救不了了，就算治了也活不了多久，那些钱就白花了。你听我的，不治了好不好？把这些钱留给周岩，我会带着他每年给你烧香上粉的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把他抚养成人。一个贱人，我当初怎么就瞎掩饰了你的话？想我死，那我们就一起死吧。随着巧慧的尖叫声传来，视频画面开始翻滚，最后变得模糊。由于周旭是自杀，保险公司并没有做出任何赔偿，而巧慧从周旭身上拿的钱，我都通过法律途径要回来了。至于周岩，因为他没有和周旭做亲子鉴定，所以周旭留下的遗产自然也没他的份。伯伯只拿了一小部分钱，带着周岩灰溜溜的回了农村老家。至于以后他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，我也不关心了。只要我和女儿能健康快乐的生活在一起，这样就足够了。全文完结。